老娘在做什么好菜呀？做茄子啊，什么好菜啊？还有什么菜呀？还有红烧牛肉啦，还有呢？还有鸡蛋啊，还有什么？还有你搞的那个黄瓜啊，还有呢？还有什么菜啊？我都不记得。还有一个做完了的，做完了放在烤箱里热着的是什么菜呀？什么菜？忘记了，你自己做的忘了。豆腐嘛。哦，对，红烧豆腐。嗯。Wow, this food is so good for us. Get in. 琳琳，我们家来客人了，今天你在干嘛呀 ？Can you say hello？ 这是最终的成品，老妈做了4个菜：红烧牛肉、红烧鸡蛋、红烧豆腐、红烧茄子。耶4个红烧。老妈怎么样？感觉做菜怎么累不累啊？不累，还好。还好啊。有客人来，开不开心啊？开心啊。这是我做的2个凉菜，一个毛豆凉拌黄瓜和花生，还没拌呢，等客人来了再拌。这是我们准备的4种水果：桃子、葡萄、哈密瓜，还有梨瓜，像梨一样的瓜。我们也准备了一点红酒，还准备了一些饮料，还有啤酒。啤酒是文武他们学校的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branded， 他们学校的牌子的啤酒。名人签名啦！好，谢谢。It's good for our shared memory. Okay. Shared humanity. Humanity. Okay. Yeah. I remember this in your book. So I'm Xiaolong Huan. I was raised in China, grew up in Chongqing in a small factory town, and I immigrated to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2001. And ever since I lived here and I work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I'm very interested in LGBT rights, and I wrote this book, Journey to the Heartland, and hopefully to encourage and inspi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really support each other and root for the right thing in a turbulent world that is upcoming. Why is it called the Journey to the Heartland? I got that question a lot. Uh-huh. So, the heartland, to me, as a writer, is humanity, and to readers, they could find what their heartland is. I know that some reader told me when after they read the book, they feel the heartland is how they truly feel, how they love another person genuinely, instead of being confined into the society's demand. 你为什么决定写这本书呢？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实际上是很多年前，因为我的父亲是同志，然后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病床上面，他就是去世是很惨的，因为他的大脑被摔坏了，那个时候我在医院外面大概看了他10几天，最后 unplug 他去世。他的故事呢，因为他是同志，所以他有很多故事，所以说回美国的时候，我就有了他的那个手机上有很多照片，他的那些男孩们，我就给我的朋友看了。我的朋友当时就告诉我说 ，You gotta write a book out of it。然后我心想我可以写，但是看吧，我当时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但是当20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个是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得非常的复杂和严峻，在我看来就是也是走回头路，他对民主和这个自由啊，以及人权以及对人的尊重都在走倒退的路。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rump administration。另外一个就是我的 partner， 他这个印度人，他的整个这个家族就是有支持民权的这个历史的。我的那个 partner， 他的养母是编辑社写过10几本书，他是专门 support 那个女性权益的。所以说，就是因为当时时事政治一个原因，一个是我受到了我的 partner 这个 inspiration， 另外一个是。很多年以前都有朋友说你一定要把你父亲的这个故事写下来，所以说我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故事，并且我觉得所有的，不管是同志还是妇女，还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自己尊重自己，能够自强不息，知道自己的潜力，而不是听命于那些有 privilege 的那些人群。我就是用这个目的来写这本书，而我实际上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小说，因为我是很明显的做理工科的，但是呢，我的 partner 他非常的支持我，因为他是读很多书，然后呢，他觉得我虽然说不一定是读过一本小说，但他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然后我就想，那我就开始写，然后当我写的那个 draft 的时候，就写草稿的时候就给他看了，我的 partner 很惊讶。他说 ，I'm very surprised you actually can write in this way。但是我就是说用我自己的这种形式来写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拘泥于某一种文体，但是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我的 partner 很支持我，得到他的这个支持和赞美之后，我就信心大了很多。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不光是你父亲的故事，就是你的视角，包括你父亲，包括你自己的故事在一起了。对，包括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一部分的故事，因为我在美国以前我的 X 就是有不同的，就是有有那个 Latino， 有黑人，然后也有亚洲人，所以说我对各个群体他们的生态以及他们文化的不同还是有一定了解。我觉得他们在我看来都是没有太大区别。我也有白人朋友，以前白人的 X。所以说，我觉得我写这个书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不同的人群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共性，以及他们是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支持，甚至互相相爱的。徐老师，今天客人走了，感觉怎么样啊？我觉得今天来的这2个客人非常厉害，有一个叫肖龙。他写了一本书写得非常的精彩，书名叫什么来着？ Journey to the Heartland， 我还拿到了作者一个名人给我们的签名啊。是，今天很高兴他们都过来我们家吃一顿晚餐，然后大家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更有意思的是，肖龙的母亲也过来一同在我们家吃晚饭，然后我妈也在家里边，然后2个母亲在一起，好像有很多话可以聊，觉得非常有意思。对，感觉他们2个好像聊得更开心一些。就是，然后我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因为2个人是跨国婚姻嘛，一个是在美国的华人，一个是在美国的印度人，我似乎本来华人和印度人2个结合似乎就很少，在华人和印度人的同性恋然后结为伴侣似乎又更少，我觉得还挺罕见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拜拜，拜拜。